正所谓农为天下之本，农昌则国盛。农业发展对我国粮食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贡献。从传统农业模式发展到今天生物科技、机械化操作、现代化农业转型，它离不开几代人不竭的努力，离不开年轻人奋力接棒，更是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在促进人类和生态和谐之间永不妥协的精神。木林森百代运用科学和先进设备为核心支撑，我相信能够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可循环、可永续发展的道路。我是林伟林 Alex Lin， 今年42岁。我投身在农业领域有17年的时间，具备技术专长。2019年，我成立木林森百代，致力于为广大的农友增产增收，创造更美好的丰收年。我们的愿景不仅仅是成为亚太区最大的肥料生产商和出口商，更重要是我们要带领我国广大的农友为环境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做出贡献。据新闻报道，我们每年仍从海外进口150亿至180亿的化学肥料，但是近2年多以来，疫情影响以及其他国际因素，导致进口肥料和其他农业投入品价格暴涨，涨幅介于48%至200%。本地农业面对沉重打击，影响农耕和产量。在供不应求下，最终广大人民被逼消费昂贵的蔬菜、水果和粮食。进口肥料主要都是化学肥料，很多研究显示，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将会导致土壤恶劣，而且化肥的污染和农药残留也会导致化肥利用率降低。那么，既要不伤害农友们重要的土地，又必须确保农作物的高产量和高质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一直跟台湾和澳洲的农业专家有合作关系。比如，我们会协助农友将土壤送往澳洲进行检测，再根据分析报告制定适合的肥料。台湾拥有较先进的技术和机械，有机农业的发展也比我们国家来得更快和更成熟。于是，我决定引进台湾一项快速发酵技术，作为堆肥生产的用途。这项快速发酵技术省时省空间。占用空间只需要传统发酵技术的1/10，腐熟时间从90天缩短到7天，容易操作，密闭式处理，最重要，产品质量稳定。用于生产堆肥的生物质，主要来自农业废弃物和油中废料废水。我国每年生产大约1.68亿吨生物质，单是油中废料废水的产量已超过8000万吨，类型包括供火串纤维 EFB、棕榈壳 PKS、棕榈油厂废水 Pome 和棕榈润饼 PKC。 根据爱尔兰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到2024年，全球堆肥市场预计将达到92亿美元。2019年到202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6.88%。显然的，我们不缺生产堆肥的原材料供应，加上全球堆肥市场的前景广阔，在农业、家庭园艺、园林绿化、园艺和建筑行业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除了本地市场的供应，我们已计划在2023年、2024年开拓国际市场，将我们的堆肥产品出口到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时，预计在2026年，我们可以实现每年出口量100万吨的目标。在现阶段的我们需要加速发展的步伐，因此我们决定通过大马证监会 Security Commission 认证的股权众筹平台 MyStarter 进行股权融资。我们的融资目标是300万零级，50%主要是引进高科技，提升机械设备，开拓新的生产线；20%用在市场扩展和营销，包括开拓新渠道和新客户，以及进行营销、宣传等工作；15%用在营销成本。另外15%是需要招募人才。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农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投身农业发展。从事农业行业是有使命感的。我们不只是在乎 ROI， 我们也需要关心生态系统、人类基本需求和生活品质。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为它奉献和奋斗的事物，因为它是唯一永存的东西。因此，我们希望拥有共同理念、
共同使命感的您，成为我们的一份子。